好像也没那么熟吧。不过是年少无知的时候，有过一些交集罢了。我听说你们脑电技术委员会在内部表态呢。算我一个。都不欢迎吗？欢迎。既然是老朋友来了，那我得请老朋友喝杯茶。茶满送客，叶老板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就是不知道这也代表着在座各位的意思吗？主任，这是下一期节目的策划内容，有什么问题您再跟我说啊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来。看你这样，昨晚又没怎么睡好吧？啊，您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有事有事，回来。来来来。哎呀，你说我一看见你吧，突然想起我们家浩浩了。你还记得我跟我前妻闹离婚那会儿不？我也难过的不行。那时我们家浩浩才这么大点儿，就知道像个小大人儿一样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爸爸没事儿，妈妈不要你，我要你。”哎呦，您突然说这些怪瘆人的，你有什么事直说吧。这有些人呢，就是你生命当中的过客，你知道吧？你以为他们很重要，但你过了这道坎儿，他们就不值一提了。那您自己那坎儿，到现在不也还没跨过去吗？我在努力啊。行了，主任，我知道了。婊子这事儿吧，主要是来得太突然，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想通了。真想通了？真的，你不信啊？其实对于婊子吧，我主要是出于团队上的不舍，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呢，其实这件事情我是能接受的。来日方长，你想通就好啊。你以后你打起精神啊，别耷拉脑袋。再说这人员调动的事儿，也不是咱们的问题。咱们婊子被调走，没通知您啊？你这小子，你比谁都聪明，你知道吧？你说咱们那个新飞液化栏目都拿第一了，潘台对你是100个满意，你可倒好。哎呀，出点成绩，你尾巴都翘上天了，干嘛呀？我电话不接行，人家是大领导，眼中无人呢，是不是？你跟我当领导，我也生气呀。您这意思就是潘台默许王卓抢人，是想要敲打我？咱们就用第二个方案啊，就第二个方案。为什么不用第一个？第一个，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好。咱们就把张宝收拾，然后东西清理干净。对，这样。你们聊什么呢？钱开义呢？姐，您不知道吧？张哥去了时间访谈那边，我听他说了。就是老钱这人啊，虽然面上没什么，但是毕竟淼子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他心里肯定不好受。钱哥这人就是嘴硬，他心里再难过都不讲出来。我们刚刚也是在想能做点什么，安抚一下他受伤的心灵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做呢？按照咱们的计划呀，大扫除。够专业的，钱开义那儿我来弄吧。这个不用了。那好，梅子。哎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有没有，是我们来早了。你们干嘛呢？
帮扫除啊。扫除台里没有通知我呀。走啊，钱开义。谢谢啊，何段。吃饭了吗？吃点吧。嗯。大家一起来吃饭吧。钱哥，我感觉这儿空着也挺好的，正好可以放一些平时我们用不到的文件。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？我想通了啊，淼子有自己的选择，我不应该干涉，也没资格干涉。反正在未来，咱们都齐同并进，把电台的节目给做好。老钱，我也不知道你是真想通了还是假想通了啊，但今天正好趁着贺老师在这儿，我也给大家伙表个态，我认的是你钱开义这个人和你对节目认真负责的态度。只要你不忘初心，不管是时间访谈还是心扉夜话，你想做随便做，我都跟着你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也支持心扉夜话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大庭。好，咱们现在少了一个人啊，工作量肯定会增加，大家咬咬牙，努努力，争取保住咱们第一的宝座，好吗？必须！快来吃饭吧。哎，好嘞，来吧。哎呦，这么多样啊！你们看，小笼包，这桌子我擦的干不干净？干净。多吃点啊，要不然被钱开义全吃了。好嘞。来，贺老师。每个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，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。无论是阴霾转雨，还是天气忽然放晴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一阵雨，轻轻的，远远的，飘出了天际，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。受害者曝光，施暴者打码，这些键盘侠有没有脑子？来了，请进吧。谢谢。大家知道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心理学属于理学，精神医学属于医学。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，精神医学是自然科学。没错，还有呢？心理问题不严重的呢，就去找心理咨询师；但是如果心理问题严重的，就得去看精神科大夫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粗略的区分。准确来说，精神科医生的干预手段主要是药物治疗。那么大家知道，心理学和精神医学共同的生物基础是什么吗？神经学。没错，大家看黑板，我画了2个圆，第一个圆神经学，第2个圆代表的是心理学。它们共同相交的地方叫什么？它们相交的地方叫神经心理学。
我们平常生活中在吵架的时候，经常会听到神经病这个词。那我们这里所说的神经病，真的是说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吗？不是吧？不是。我们是不是说他心理有问题啊？对。但是现在生活当中，神经病这个词更像一个爱称一样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刚才在说心理有问题的时候，我捂住了自己的胸口。我们平常所说的心是在这个位置，那么心理学里的心呢，是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，你来说。在大脑。李薇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李薇？喝点水。你还好吗？我刚才看你非常焦虑不安。我没事。不好意思，我能抽支烟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咨询室内有规定不能抽烟，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到外面。没事。你刚才怎么了？我觉得啊，今天这家店可以藏一下。薇姐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嗨，你看我这笨手笨脚的，把咖啡给弄洒了。薇姐，我们还打算找你去吃饭呢，你怎么都不回微信啊？对呀，对啊，你不是想背着我们偷偷去见？不好意思，薇姐，忘了你那么怕痒。薇姐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们聊。小小，你那帖子看的怎么样了？看完了吗？那个呀，我看到酒桌上那段了。你看，我这一想起来，浑身鸡皮疙瘩。怎么办呀？我这晚上还约了客户谈事情呢，搞得我都不敢去了。你呀，别自己吓自己了。郑总人还挺绅士的，就是有点喜欢劝酒。一点点啊。哪像我现在对接这个王总，每回一上桌，毛手毛脚、急赤白脸的，就跟没见过女人似的。那你不害怕吗？他呀，就是卡卡油，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。哎，而且他特别怕他老婆，每回提这个准稳。要我说啊，帖子里这女生也太懦弱了些，只敢发这种匿名帖。这要换成是我啊，不跟对方4个鱼死网破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我也是，要是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，我恐怕都没有勇气说出来。你这丫头，别胡思乱想的。反正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的，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的，我们这种人身上的。那你们觉得会发生在谁身上？会发生在谁身上？怎么回事？你觉得他们说的那种人是哪种人？你觉得呢？他们可以嘲笑我、辱骂我，这些我都能接受。但是他们那些事不关己的态度，真的是深深的刺伤了我。这还不是最可悲的。
最可悲的是，我发现，其实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曾经是那么的高高在上。可是现在的我成了什么呢？一只破鞋，一个坏女人，一个随时会为了这件事发疯的疯子。就是因为我曾经也认同那些说法，所以遭报应了，都是我活该。李薇，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说过的吗？强奸案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强奸犯。我以为你是认同这点的。不，是我活该，我就活该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。我发现你好像总是在贬低自己，你是为了惩罚自己吗？没有人会理解的，我就不应该说这件事情，我连把它说出去的想法都不应该有，我就应该把它带进坟墓。真的是他吗？你除了我之外，有跟别人倾诉过吗？得到的反馈是非常的不好吗？这不检点了吧？装什么装啊？那天你不是挺享受的吗？你要是真的清纯，穿的这么露呗。反正说出来了，也不会有人理解我的。李薇，你知道吗？你非常非常的勇敢，你是我这么多来访者当中最勇敢、最主动的人。你没有犯任何的错误，你没有任何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你脑子里的那些声音现在干扰了你，那我们现在选择屏蔽他们。我们先聊一聊别的，好不好？没用的，没有人会同情我的。谢谢林姐，让我先走。哎，等等，你最近是不是休息的不太好啊？看你总没什么精神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林姐，是不是我工作上面出了什么问题？啊，我们部门不是有个外派学习的名额吗？我向公司推荐了你。啊，我以为你们会优先考虑别人呢。你最近的状态我都看在眼里，你是我看着招进来的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不想看着你这么优秀的孩子被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击垮。这次机会很好，你也可以趁机出去走走，调整调整状态。林姐，那些事情仅仅只是不愉快吗？小薇，姐也是心疼你。都是女人，我知道的。你说，我们女人经历了这种事，能怎么办呢？咱们两个不是互相喜欢吗？可是他都做了这样的事情，还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？傻姑娘，你要是有证据，还能去报警，去法院告他。可现在你什么都没有，又何苦在网上一遍遍地扒开自己的伤口，作践自己的清白？小薇，我也想让那人渣遭到报应，可是女孩子的名誉最大，沉默是保全你自己最好的办法。李薇，李薇，李薇。
我知道这很难，但你真的已经很勇敢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只有他们自己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，才能理解我一点啊？我知道我这样想很恶毒，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诅咒他们，我诅咒他们也经历跟我一样的事情。李薇，如果你真的不想抗争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很轻松的方式。其实抗争与不抗争只是两种选择，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。只是你心里要清楚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，这对我来说太难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。如果你的同事告诉你，他们想要帮助你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会好受一些？如果这个社会他们告诉你，他们可以理解你，你是不是可以更加勇敢说出这一切？如果我说我会支持你，会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？你是说你会支持我吗？当然，如果你需要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谢谢你，何老师。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吧。当然，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些已经扰乱了你的思路。我刚才说的话不能决定你的选择，最终的决定还是你自己。何老师，你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我会冷静的想一想。我明白。李薇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，别人支持不支持你，我想最后的结果都要你自己去承担，你要想好这一点。不着急，你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，这个话题等我们下一次再聊，好吗？喂，哎，西姐，我是丽丽，好久不联系。我想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还记得我们云锦融资酒会那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个齐总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上次好像有点惹他不高兴了，我想慰问一下。哎，你可以给我一个他联系方式吗？谢谢啊。老季呀，我没能亲眼见证这场大戏，哎呀，真是可惜呀！我可听说了，这叶继承啊，又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了。你都快成顺风耳了，什么都瞒不住你。哼，我真是由衷的佩服你呀！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温良叶继承会搞这么一出啊？人家现在叫叶念堂，我一个乡野农妇，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。叶继承，呵呵，有意思。
回来就把名字改了，这明显是冲着你来的呀。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这叶继承回来又改名字，又插手学会，背后啊，肯定还有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人家是个商人，一切向利益看齐，守不守得住底线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，是你我都左右不了的。我可听出了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策略啊。不过我觉得主动抢占先机也许更好一些，正好啊，可以清算学会的毒瘤。我听说你们脑电技术委员会在内部表态呢。算我一个。这么看来，你之前说温良的话，真是一语成谶呐。我当初说什么了？你说这人野心太重，容易迷失方向。我自己都记不得了，这么多信息放进脑子里，你不累吗？我这记忆可是分区的，这边是学术，这边是八卦。哎呀，真有你的！还要问你个事儿啊，这温良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把他继续留在学会，你不怕叶继承继续利用他兴风作浪啊？这草啊，和菜苗长在一起，就会影响菜苗的生长。你把它放到一旁，它就会化在土壤里，变成菜苗的营养。这人生啊，处处发生转机，学术也好，野心也罢，都需要牺牲精神。这要看他有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齐总，好久不见。什么项目啊？这么着急？看一下，我记得前年天齐就邀请云锦一起合作，为餐饮零售科技项目投资5个亿。那个项目第2年就为云锦带来了10%的投资回报。我记得当时您就说过，食品科技项目会在未来5年保持高景气的发展，所以我特别有信心，这个项目能跟您再创造一个奇迹。就是不知道齐总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啊？丽丽啊，我记得你从曹安里这出来之后，转行去了房地产是吧？放着那么大的事业不干，怎么突然才找我做这种小买卖啊？不瞒你说，其实我最近遇到了一点麻烦。老房的事儿啊，不要误会啊。你也知道啊，这个圈子就这么小，我呢，谢谢，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一些。不瞒您说，我真的就只是单纯的想谈个恋爱，没想到事情搞得这么复杂。他当时
给我妈买了一个店铺，那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。谁知道后来他老婆就隔三差五的来找人逼我要钱。那你说我那店铺都已经当出去了，我哪有什么钱呢？我也想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赚钱，这不是没办法才出来自己跑业务的吗？丽丽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都会好的。啊？你说你也是，跟了这么一个管不了自己女人的男人，受委屈了。嗯。齐总，其实您都不用安慰我，我都想得特别明白。人生啊就是这样，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，靠别人都靠不住的。有钱才能有底气，对吧？这个项目我在云锦的时候就想做了，所以这次特地找您。哎呀，齐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以为你都想明白了，才来找我的。我想，我们还是先聊工作。好，你的这份项目书做得很好，但是你真的不会以为单凭这几张纸就让我出钱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齐总，我知道你应该能理解我最近遇到的这些事情，我也是怕给您添麻烦呀。男人，还是因为男人。男人呐，就跟这个项目，或者说你那工作一样，只要用不习惯了，你完全可以把它换掉啊。嗯，你说，你跟了我多好啊！我既没有老婆，也比老房更懂得分寸。过去呢，你背后有云锦，现在可是孤家寡人了。如果不拿出点诚意的话，我凭什么在你身上花钱啊？丽丽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，一个女人对男人最大的诚意，它是什么？齐总，您当时就是这么跟李薇说的吧？后来不是用完就丢了吗？您别生气，既然您喜欢我，我总要了解一下您的底线嘛。我多了解一点也没有错啊，毕竟我也不想成为第二个李薇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不用担心那些事情。嗯。你把事情闹这么大，就不担心不好收场吗？我怎么可能收不了场啊？哈哈，是李薇她说我强迫了她，她配吗？哼，我看上她，对她来说那就是天大的恩赐，可她呢，不知足，非要反过头来咬我一口，结果是什么？牙崩了。丽丽，如果你决心跟我在一起了，可千万不能学他，知道吗？当然，当然。齐总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网上的那些照片，也是你找人放的吗？
是我，我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麻烦。我喜欢的女人很多，最开始不同意的也很多，但结果呢，在我这儿都是服服帖帖的，只有他李威不识抬举。那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。好啦，不聊他了啊，咱们来好好研究研究你的项目。哎，激动，激动，来吧，激动，激动，你别这样，激动，别激动，激动，激动。洗车吗，老板？这我不洗车呀，30块钱一次，洗特干净。谁好？来来来，这是100块钱啊，赶紧滚！那不行啊！你先忙，待会。哎，丽丽，丽丽，不是这100块钱我得给你洗6次。哎，你让开让！办成行了吗？哎，你让开！哎，让开！丽丽，丽丽，我开始刹车了啊，老板。丽丽，谢了。丽丽，我说你这，哎，徐总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网上那些照片也是你找人放的吗？是啊，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做得很麻烦。我喜欢的女人很多，一开始不答应的也很多，但最后呢，在我这儿都是服服帖帖的，只有他李威不服。那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当间谍的潜质。我要的东西呢？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很危险的。放心吧，再说了，这不还有你呢吗？丽丽，你进去之后见机行事，见好就收。把姑奶奶我惹急了，太不好过。保护自己更重要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事，你说吧。李威和你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帮他？其实我不是帮他，我是想帮我自己。我当初遇见那个人渣的时候，及时脱了身，我以为那样就能息事宁人。但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当时能第一时间教训那个人的话，可能那些女孩就会少受一点伤害吧。你笑什么？我觉得你挺有当女侠的潜质的。那你就是男侠呗。那词叫少侠。少侠。女侠。夜未央，天微凉，心扉夜话即刻起航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心扉夜话。哎，何老师，最近关于不完美受害者的议题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的。那么从你个人的角度，不完美受害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在这里，我想借用我非常喜欢的一名音乐人莱昂纳德·科恩在《颂歌》中的一句歌词：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是的，的确如此啊。如果你刻意的去拿一个放大镜去审视任何一个人，那么谁的身上呢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污点。世界万物皆无完美，我们应该去接受自己和对方身上的不完美，而不是去苛责。是的，其实有不少的受害人，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不完美而感到羞愧，导致于他们不敢向外界求助。的确如此啊，
在我们看来呢，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如果比起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呢，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先发出一个求助的信息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是的，与其称他们为不完美的受害者，我更想称他们为勇敢的幸存者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正常人都会不知所措。